为了记录求婚过程，我在家里放了一台摄像机，没想到竟意外拍下相恋7年的女友与白月光偷情的画面。视频里，女友热情放荡，发出的每一声喘息都像一把尖刀捅穿了我的心。后来我挥别过去，重获真爱，女友却成了朋友圈里的笑话。人家池南老婆都2胎了，有些人还天天抱着没穿上的婚纱难忘初恋呢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当摄像机里传出放荡羞耻的呻吟声时，我整个人像是被冰封了，彻底僵在了原地。恋爱7年间，韩雪凝在我心底一直是最纯洁美好的存在。初吻时，她的羞涩和颤抖至今在我脑海中历历在目。我是那么爱护她，珍惜她。然而这个被我捧在手心里疼了7年的女孩，此刻却在别的男人身下款摆着腰肢，甚至嘴里一直说着让我不忍直视的淫词浪语。启琛，启琛，占有我，我是你的，让我从头到尾都染上你的味道。画面中的另一个人并不陌生，正是韩雪凝的发小、初恋白月光宋启琛。他们在我精心布置了1年多的婚房里纵情偷欢，却不知道我在客厅的角落里摆了摄像机。然而更可悲的是，我的摄像机是为了能够记录下我向雪凝求婚的全过程，却没想到意外拍下了足以摧毁我人生的一幕。曾几何时，为了让韩雪凝开心，我甚至努力跟宋启琛做朋友。他房租到期了，我帮他找房子；他工作不顺，我帮他找工作；甚至连他家水管坏了，我都要去帮他修理。只因为韩雪凝跟我说，宋启琛身体从小就不好，父母又去世得早，我们要多照顾照顾。我就这么当真了，因为宋启琛看起来确实白净瘦弱，让人很有保护欲。只不过我没想到，那个病弱的翩翩君子在床上竟然完全是另一副面孔。他在韩雪凝的身上肆意驰骋撒欢，脸上布满了愉悦，声音里全是得意，说：“我和池南谁更强？你更爱谁？说呀！”随着他的动作，韩雪凝顿时哭得支离破碎，搂着他的脖子讨好地凑上去亲吻。而他接下来说出的话也像一把尖刀，深深刺入了我的心。池南算什么东西？这7年，你不知道我过得多痛苦。他就算现在死了，我都不会眨眨眼。启琛，我爱你，一直以来，我爱的人只有你，只有你。肉体纠缠的画面突然一花，我眨眨眼，这才发现，原来是我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滴落在了屏幕上，1滴、2滴，越来越多。我泪水模糊地看着眼前的摄像机，觉得整个世界彻底坍塌了。直到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我自认为幸福的这7年，在他眼里是这么不堪。7年前，韩雪凝像一缕光，突然照进了我的生命。我那时家境不好，在学校里被很多人排挤，甚至连大学室友都明里暗里瞧不起我，对我集体霸凌。几乎有整整半年，我身边没有朋友，像是一个孤独的独行侠。实验课上更是根本没有人愿意跟我一组。当我一个人孤零零站在实验台前的时候，同学们的目光都向我投过来，好像我是什么洪水猛兽、吓人的怪物。然而就在我以为全世界都不会对我有善意的时候，雪凝出现了。她穿着简单的白色连衣裙，那样纯洁，那样善良，那样超尘脱俗。她背对着所有人，在清晨的阳光下站在我面前，笑着对我说：“池南同学，我可以跟你一组吗？”我发誓，在那个瞬间，我听见了心底围墙坍塌的声音。
我知道面前这个女孩儿不费吹灰之力就翻越了我心里的鸿沟，成为了我埋在心底最重要的那个人。我和雪宁是那么的不同，她漂亮，人缘好，家境也很不错，是学校里的焦点，而我除了成绩不错，其他几乎一无是处。我看不懂他们身上穿的名牌，与这所学校甚至整个城市都格格不入。可就是这么不同的两个人，竟然成为了朋友。每当我拎着早餐站在雪宁宿舍楼下，总会被人用异样的目光打量，胆子大的甚至会当着我的面直接吐槽：真不要脸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？就凭他也敢追校花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呸！这年头普信男真多，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，我成了学校里人人皆知的普信男癞蛤蟆。所有人见到我都恨不得踩一脚，吐口唾沫。可我不在意，我也不后悔，只要我能对雪宁好，能让她高兴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先受不了这一切的雪宁。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，我又一次因为站在雪宁身边被人嘲讽揶揄的时候，一向善良平和的雪宁竟然发了火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说他？是我要跟他做朋友，他不是什么普信男，更不是癞蛤蟆。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，池南他是我男朋友，是我亲手追了好久才追来的男朋友。我不管你们怎么说，他都是我最喜欢的人，我甚至预备嫁给他，所以我不允许任何人再侮辱他，哪怕一个字。我惊呆了，彻底愣在了原地。那个比我矮了一个头的女孩，就这么保温护在了他身后，用她所有的力量保护着我。那一刻，我暗暗发誓，我要一辈子对她好，只喜欢她一个人。整整7年恋爱，我扪心自问，我做到了。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创业，7年间翻身成为了一家小公司的老板。我在这个城市买了房，自己亲自盯着装修，只是为了能给雪宁一个家。我甚至偷偷跑到婚纱店，按照雪宁的尺寸定制了一个我亲手绘制的婚纱，还绞尽脑汁计划了求婚，想在我们7周年纪念日这天，跪在地上对雪宁说出那句埋在我心底已久的话：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我都会永远呵护你，疼惜你，爱你。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我脑海中想象的画面是那么的美好，然而给我带来这份美好的人，却在我7周年纪念日的当天，跟别的男人偷情厮混，彻底将我们之间幸福击得粉碎。为什么？我的心底有太多的不甘和疑问。韩雪宁，你为什么你要让我们的爱情走入绝境？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们这么多年来之不易的感情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呆呆地坐在婚房里，看着面前的一切，心如刀割。为了能让雪宁过上好的生活，我拼命工作才买了这个房子。装修上我不遗余力，每一块地板，每一张装饰画都是我按照他的喜好一样样亲手挑的。装修是一个繁杂劳累的工作，可是当我想到跟他2个人一起生活在这里那些即将到来的幸福时，我就觉得一切都不辛苦了。而此刻，茶几上的插画，沙发上的抱枕，玄关的玩偶，仿佛都成了我悲哀的见证者。曾经那么温馨的一切，突然都变得令人作呕起来。我的耳边仿佛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说：垃圾、废物，老婆跟人跑了，戴了那么大一顶绿帽子，丢脸都丢到姥姥家了，怎么还不去死？这个声音越来越大，大到我头痛欲裂，捂着耳朵在沙发上狼狈地蜷缩在一起。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求求你！我歇斯底里地在沙发上嘶吼，崩溃地流着泪，脑子里浑浑噩噩，
今天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一场噩梦，我拼命想让自己醒过来，想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韩雪宁还是我最爱也最爱我的人，可一切都无济于事。我的心脏还仿佛撕裂般让我痛不欲生。摄像机里的真相时时刻刻提醒着我，那些让我无法接受的一切都是无可改变的事实。曾经让我无比珍惜的，我的女友，我的爱情，甚至我即将迎来的婚姻，真的都已经荡然无存了。太疼了，真的太疼了，疼得我简直无法呼吸，窒息感越来越强，我几乎要被情绪溺毙了。恍惚间，我看到了茶几上放着的水果刀，鬼使神差般拿起来，狠狠划向了自己的手腕，鲜血瞬间喷涌而出，窒息感也终于消失了。我蜷缩在沙发上，呆呆地看着天花板，眼泪顺着眼角流下，阴湿了沙发。我会死吗？不重要了，或许死了就不会这么痛苦了。爸妈走得早，如今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一个亲人都没有，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。我只是有些不甘心，为什么我从未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坏事，老天却要这么对我？韩雪宁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几乎要了我这条命。然而当凌晨我缓缓醒来时，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死。手腕的伤虽然很深，但是血已经凝固了，看来老天爷还是执意要饶我一命。过度失血让我一阵头晕目眩，我艰难地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，电话那头是一个24小时待命等着我的人。迟总，沈若河的声音很快传了过来。我想开口，嗓音却一阵哽咽，几乎说不出话。沈若河顿了一下，立即道：迟总，您在新房吗？我这就过去。10分钟后，当沈若河解锁走进门，看到面前的一幕时，几乎吓得魂飞魄散。地毯上，我的衣服上全部都是血，手腕上的伤口更是触目惊心，让人无法直视。沈若河跑过来，跪在我身边，眼泪不停地坠落。迟总，迟总，你怎么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这就叫120，你坚持住，迟南，你醒醒，我不许你有事。我迷迷糊糊地感觉到他按住我的伤口，把我紧紧抱在怀里，滚烫的眼泪滴在我的脸上。直到此刻，我才感觉到，原来我还活着，原来还有人在意我的死活，原来还有人真的关心我。再次醒来时，眼前白茫茫一片，我缓了一会儿，才意识到自己在医院。我眨眨眼，身边立刻响起了一个声音：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那么个短暂的瞬间，我以为守在我身边的人是韩雪宁，或者说，我依然期待着是他。然而当我看过去时，才发现原来担心的守着我的人是沈若河。沈若河的脸色苍白一片，嘴角甚至还流血痂，看起来憔悴极了。他看向我，满脸遏制不住的担心。迟总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医生说你流了太多血，差点失血性休克。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？吓死我了！沈若河边说边用手握住我的手指，轻轻地摩挲着，似乎是下意识，又似乎是怕我冷。其实我已经有很久没在他脸上看到过这么脆弱的神情了。自从4年前我把他从酗酒的父亲那里救出来，让他进我的公司成为我的秘书，他就努力跟随着我的步伐，变得越来越成熟干练。在别人看来，沈秘书是我身边最得力的助手，更是我的最佳拍档。只有我记得，那个躲在桌子下面瑟瑟发抖，哭着跟我说师兄救我的女孩，曾经那么脆弱，而如今她竟然为了我再次露出这样的神情。我爱的人恨不得我死，而面前这个人却把我看得比天还重要。我的心里顿时一阵酸楚，万种滋味难以言说。好半天，
沈若河才调整好情绪，放开了我的手。接着，他略有些抱歉地跟我解释：“池总，我给雪凝姐打了好多次电话，终于联系上她之后，我跟她说了你的情况。可是她说……”看着沈若河为难的表情，我闭了闭眼，低声问道：“可是什么？”说：“可是雪凝姐说她朋友住了院，她在身边照顾，一时间恐怕过不来。”我听完，顿时冷笑了一声：“朋友？呵！”手机给我。沈若河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手机递给了我。我结果手机直接拨通了韩雪凝的电话。电话响了好半天才接通，我没给韩雪凝说话的机会，直接开口问道：“你在哪？”韩雪凝被我的态度冲得愣了一下，随即也略有些不满地开了口：“你这不是好好的吗？”沈若河大惊小怪地跟我说些什么鬼话？我不是说了我朋友住院，我要在这照顾吗？是他听不懂人话，还是你听不懂人话？直到此刻，我才忽然反应过来，原来这么多年我一直承受着韩雪凝的大小姐脾气，只不过我之前一直包容她，因为我爱她，所以我连她的放纵任性都觉得可爱。然而现在，那些无理放肆忽然变得鲜明起来。换作以前，只要韩雪凝稍微表现出不高兴，我肯定立刻就顺着她说，甚至给他道歉，哄他高兴了。然而这一次，我却并没有这样做。在开口时，我的声音更冷了几分：“朋友，宋启琛吧，这次是胃疼还是头疼？他是病危了还是要死了？让你能丢下未婚夫陪在他身边？韩雪凝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才是你男朋友？”我强硬的态度顿时让韩雪凝有些反应不过来。好半天才怒气冲冲道：“池南，你发什么神经？我是在陪启琛，那又怎么样？他只有我这一个亲人了，难道他住院，我不应该陪他？这种醋你也要吃？你太自私了！无缘无故发什么疯？无缘无故！”我扯着嘴角冷笑了一声，沉着脸给他下了最后通牒：“韩雪凝，我不想听你废话。我给你半个小时不出现在我面前就分手。”说完，我直接挂断电话。旁边你的沈若河震惊地看着我，似乎没想到我竟然会这么跟女朋友说话。我苦笑着摇摇头：“吓着你了。”沈若河眨眨眼：“我还是头一次看你跟雪凝姐发这么大脾气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沉默地低着头。沈若河想了想，再次柔声劝慰：“师兄，你和雪凝姐这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，我眼看着你为了这段感情付出了多少辛苦，没日没夜的加班，只为了能给雪凝姐好的生活。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，千万别为了些不值得的事闹矛盾。无论发生了什么，一会儿雪凝姐来了，你们都好好谈谈再说，好不好？”沈若河的话其实很有道理，韩雪凝其实并不是真的毫无可取之处。如果她真的那么差，我也不会对她情根深重。这7年来，她陪着我创业、吃苦、住出租屋，风里雨里一起扛过来的。甚至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2个连饭都买不起，要2人吃1碗泡面。那时候我看着吃泡面的女友，心中的愧疚几乎漫了天。宁宁，对不起，是我没用，不能给你好的生活。那是的，韩雪凝笑着搂住我的脖子，在我脸上亲了一口，低声安慰：“池南，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最好的生活。”那一刻，我感动得无以复加。我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，像抱住了我的全世界，郑重许下承诺：“宁宁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让你过上好的生活，我一定一辈子对你好。”这些话都是我的真心话。这些年以来，我也一直践行着自己的承诺。我没对他说过一句重话，所有的情绪都自己消化。
甚至不曾对他冷过一次脸。然而如今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他。或许别人说的话是对的，爱得越深，恨得越深。可是思来想去，沈若荷的话也非常有道理。无论如何，我应该和韩雪凝好好谈谈。万一她真的有难处呢？万一她真的是被逼的呢？万一她真的有苦衷呢？如果我们摊开来，把所有事都谈清楚，如果她诚心诚意跟宋启琛断绝关系，如果她真的还爱我，那么我或许真的会原谅她，就当是给她，给我自己，给我们7年的感情最后一次机会。然而，当我已经无数次给自己做心理建设，打算放平情绪，跟韩雪凝好好谈时，事情却并没有往我预想的方向发展。韩雪凝确实出现了，可是她不是一个人来的，她身后站着面色苍白、我见犹怜的宋启琛。看见宋启琛的瞬间，我的心彻底凉透了。然而韩雪凝竟然还恶人先告状地瞪着沈若荷，语气里充满了不悦和鄙夷。沈若荷，你干的究竟是秘书还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自己有家不回，天天待在别人男朋友身边，你安的什么心？还有你，池南，你自己身边都有个狐狸精贴着，有什么资格在电话里那么说我？我静静地看着在我病床前撒泼发疯的韩雪凝，一种深切的疲倦感侵袭了我。我几乎不明白，我之前喜欢的真的是她吗？是这个在我躺在病床上之后，毫不关心我的伤势，反而对我破口大骂的女人。而此时，她身后的宋启琛也来了戏。宁宁，你别这样。你不要因为我和池南闹不愉快，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。如果我知道池南会这么生气，那么就算我病死，我也不会让你陪我的。看见你为难，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心痛。他说完，竟然泫然若泣地捂住了脸。这一波操作简直给我气乐了。我嘲讽地看着他，那你怎么还没病死呢？我这句话说完，宋启琛和韩雪凝都愣住了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我一直是温和好脾气的，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？韩雪凝顿时火冒三丈地冲了过来：“池南，你在说什么鬼话？你有毛病吗？”而宋启琛竟然也冲过来拦住了他，甚至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病床前：“池南，你别怪宁宁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你实在不高兴，你就打我吧。”其实他心里知道，按照我的脾气，根本不可能拉得下脸来跟他动手。以前或许是这样，可是现在，我平静地坐起身，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狠狠一巴掌甩在了他脸上。贱货，在我面前装什么绿茶？给我滚！我这一巴掌把在场的3个人全打懵了。宋启琛捂着脸跪坐在地上，整个人都呆滞了。而旁边的韩雪凝在短暂的怔愣后反应过来，竟然冲上来狠狠给了我一耳光。我的脸被他打得侧了过去，可见他多么用力，多么心疼宋启琛。沈若荷连忙冲过来挡在我前面，难以置信地大声质问：“雪凝姐，池总他刚刚差点失血性休克，医生都说他需要调养，非常危险。你怎么能跟他动手？就为了这个宋启琛吗？可是池总才是你的男朋友啊！这7年来，池总对你一心一意，把你看得比全世界都重要。这些我这个外人都看在眼里，你怎么能无视他的感情？你怎么能动手打他？”沈若荷的话句句真心，可是韩雪凝却丝毫听不进去，反而蹲下，把可怜兮兮的宋启琛搂进了怀里，狠狠瞪着我：“他虚弱，他虚弱，他还能打人？启琛胃疼了好几天，还特意陪我过来，而你竟然敢打他，失血性休克，你怎么不干脆去死？”这句话出口，病房里顿时安静了。
我的心底也终于有什么东西彻底碎裂了。良久，我望向韩雪凝，轻声开了口：“之前的订婚取消，我们分手吧。”韩雪凝愣了一下，可是很快就恢复如常。池南，你别以为你说这个我就会原谅你，除非你现在立刻给启琛下跪道歉，否则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轻轻放过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过就是摆出分手，想让我偏向你。分手？你敢吗？直到现在，他竟然还认为我是在跟他讨价还价。我几乎不知道是该说他自信还是无知了。想到这，我直直看向他，像是在看我7年的爱情最后一眼。下一秒，我摘下无名指的戒指，顺着窗户狠狠丢了出去。这是我们恋爱后的第1枚戒指。我曾经发誓，除非我死了，否则我永远不会把戒指拿下来。韩雪凝太知道这枚戒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了。她脸上的血色在这个瞬间退了个干净，转头看向我，眼底有震惊和泪光一闪而过。直到此刻，她才终于意识到，我没在发脾气，没在讨价还价，甚至没在跟他闹情绪。我是真的要跟他分手，是真的不要他了。池南，你疯了！我真的不知道你最近是怎么了？你在闹什么？整整7年的感情，你说分手就分手，就为了这点小事，你就又打人又闹分手。我和启琛到底有什么让你这么容不下？我们的感情在你眼里究竟算什么？就这么一文不值吗？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那一切，此刻的我可能真的会被韩雪凝这番话骗过去。她说的那么情真意切，那么打动人，然而此刻的我看着她，却只觉得好笑。韩雪凝，你有什么资格问我这番话？你自己不觉得好笑吗？7年的感情，你也知道我们7年的感情，7年的感情被你抛在脑后。你和宋启琛在我们的婚房里偷情厮混，你问我这7年的感情算什么？现在你回答我，这份感情在你心里又算什么？我说完，韩雪凝的脸色顿时变了。你乱说什么？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你是疯了吗？面对他的抵死不认，我朝身边的沈若荷伸出手。沈若荷把一起带来的摄像机递给我，我打开摄像机，调出那个视频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点击了播放。瞬间，羞耻的呻吟声响彻了病房，他们的喘息和不入耳的对话在所有人面前晒了个干净。池南算什么东西？这7年，你不知道我过得多痛苦。他就算现在死了，我都不会眨眨眼。启琛，我爱你，一直以来，我爱的人只有你，只有你。韩雪凝的话再次流入我的耳朵，而此刻我忽然发现，我的心脏似乎没有那么疼了。铁一般的证据让韩雪凝的理直气壮瞬间无处遁形，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整个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视频结束后，她慌张地扑上来，抓住我的手，结结巴巴地不停解释着：“池南，池南，这不是真的，我说的那些都不是真心话。我们恋爱7年，这7年我陪着你度过风风雨雨，我们的感情你是知道的呀，我是有苦衷的，你要相信我。”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整颗心坚如磐石，不为所动。那你说说，你有什么苦衷？韩雪凝想了想，立刻毫不犹豫地指向宋启琛：“是他勾引我，是他给我下药，我是被逼的，都是宋启琛这个贱人害得我。老公，你要相信我。”一旁的宋启琛听完，简直难以置信，好半天才回过神，目眦欲裂地扯住了韩雪凝的胳膊：“贱货，你说你对我旧情难忘，你说你爱的人一直是我，这些话难道也是我逼你说的？要不要我把我们的聊天记录都拿出来给池南看看？
我是贱人，你又是什么好货？我看着在我面前狗咬狗的两个人，轻轻摇了摇头，用力甩开了韩雪凝的手。别再说了，分手吧。不，韩雪凝瞬间泪如雨下，嚎哭着扒在病床上，搂住了我的腿。痴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被蒙蔽了，我一时糊涂。难道你真的要这么绝情，连一次机会都不愿意给我吗？我看着面前这个满脸泪痕的女人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曾几何时，她的一颦一笑在我眼里都那么重要。她流一滴眼泪，我能心疼一个月。然而此刻，我的内心却已经激不起半分波澜。7年啊，韩雪凝，人这一生有几个7年？我知道这是你最好的7年，所以我一心一意把我的真心都捧给你。我把你当成我唯一的亲人，当成我的全世界。可你忘了，这也是我最好的7年，是我的全部真心。就算你爱的是别人，如果你直接跟我说，我就算再舍不得也会成全你。可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在我们的婚房，我们的家里做出那种事？为什么你要让曾经那么美好的7年变得如此不堪？韩雪凝紧紧握着我的手，摇着头不停道歉。我知道是我错了，可是我真的爱你，我爱的人是你啊。我和宋启琛只是逢场作戏，他在我心里什么都不是。你相信我，只要你能原谅我这一次，从今以后我再不见他，我只有你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或许韩雪凝此刻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发自真心，又或许她心里真的还爱着我。可是晚了，伤害已经集成，背叛在我心底留下了深深的鸿沟。那座名为信任的桥已经彻底坍塌，这条鸿沟它永远都迈不过来了。就算我抛弃一切，勉强原谅了他，我们这份感情也已经有了裂痕。破镜终究难圆，早晚也会走到支离破碎的那一步。于是思虑良久，我还是摇了摇头。韩雪凝，我没有办法原谅你。看到你的脸，我就会想到这个视频，我就觉得恶心、难受。看在过去7年的份上，别让彼此这么难堪，别连我心中那个最美、最纯洁的女孩也一起毁了。算我求你了。我这番话出口，韩雪凝终于沉默了。她知道我已经对她失去了信任，对这份感情失去了信心。她也知道我是真的下定决心了。想到这，她抓着病床的手终于无力地滑落。至此，尘埃落定，7年的感情走上悬崖。无论我还是她，都摔了个粉身碎骨。那天，韩雪凝和宋启琛离开了病房，我捂着依然刺痛的胸口，沉默了很久。不是舍不得，而是为我最好的7年感情感到惋惜。在医院观察了几天之后，我就办理了出院，家是回不去了。原本我想去住酒店，可是沈若河不放心，坚持要我去他家，我拧不过他，只好搬了过去。我在若河家休养了整整1个月，每天他都会给我做调理气血的补品。房间里充满了阳光，被子也细细晒过，一切都是无微不至的。我还是经常会想起韩雪凝，想起我们之间经历的点点滴滴。我知道这一切就像戒断反应，不可能一朝一夕间把所有事都忘掉。可时间会帮我解决一切问题，而我要做的就是坚持。至少这1个月过去，我已经没有一开始那么痛苦难过了。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竟然在1个月后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。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韩雪凝已经抢救完了。她躺在病床上，手腕上包着纱布，与我伤在同样的地方，脸上身上也还有不同程度的擦伤。看见我的瞬间，她的眼泪再次落了下来。痴男，你还是来了。我和宋启琛已经彻底断干净了。他捅了我一刀，
下半辈子估计要在监狱里待着了。池南，我不会再跟他有任何瓜葛了。现在你能相信我了吗？我无奈地叹了口气。你这是何必呢？韩雪凝艰难地抬起手拉住我，声音里满是悔恨和哀求。我只希望你原谅我，池南。直到你跟我分手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7年我真的深深爱上了你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你在我心底住得这么深。我放不下你，跟你分手的每一天我都很痛苦。我求求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池南，求求你。我看着面前哭得撕心裂肺的韩雪凝，轻轻点了点头。我原谅你，我不再恨你了。韩雪凝眼神一亮，可我下一句话却让她彻底坠入了深渊。可是韩雪凝，我也不爱你了。人的感情是会被消磨的，从你和宋启琛上床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的感情就注定要走向今天这个结局。我不恨你，因为我也不爱你了。这不是赌气，是真心话。说出这句话的瞬间，我的心竟然无比畅快。我忽然发现，直到此刻我才真正与过去做了告别。伤口想要愈合，要挖掉腐肉，而感情想要走向新生，就一定要诀别过去。这一刻，我终于跟过去7年做了切割。韩雪凝，今后不要再联系我了，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再见面。说完，我推开韩雪凝的手，转身离开。人不能总是追思过去，而是要向前看。情场失意，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。3年的时间，我把公司规模扩大了1倍，终于脱离了小老板的行业。而这期间，沈若河一直不离不弃地陪在我身边，他总是像一个影子，照顾我，安慰我，陪伴我，却从来不求回报，一声不吭地守了我10年。在3年后分公司落成的那一天，我握着他的手，跟他表了白。若河，我知道过去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对你的真心视而不见，让你承受了很多孤独和痛苦。我知道我早该回应你，可是我总是觉得，如果我没有彻底放下韩雪凝，就跟你在一起，是对你的不尊重。今天我跟你承诺，只要你决定跟我在一起，我今生今世只爱你一个，对你一心一意，你愿意吗？那天，若河扑到我怀里，哭着说我愿意。10年的陪伴，10年的等待，10年的真心，终于得到了回应，而我也终于挥别过去，迎接了真正属于我的爱情，纯净的、毫无杂质的真爱。恋爱半年后，我向若河求了婚，彻底迈入了幸福的婚后生活。时光匆匆又3年，我和若河带着可爱的小女儿一起参加了母校的100年校庆。女儿漂亮又可爱，长得跟若河非常像，而我的手也一直护着若河的肚子，因为她现在小腹隆起，已经怀了第2胎。100年校庆，同学们自然都来了，围在一起善意的调侃：“咱们池总速度真快啊，3年抱俩，夫妻俩感情真好。就是弟妹真年轻啊，比池总看着小不少。池南，你现在可是人生赢家了，今天得请客呀。”我笑着点头：“好好好，请客。”于是校庆之后，又请了不少同学一起聚餐吃饭。没想到聚会进行到一半，来了个不速之客。韩雪凝穿着一件纯白无瑕的连衣裙，施施然出现在了所有人面前。同学们自然都认识她，也知道我们在大学时候那些事，气氛顿时有些尴尬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我，而韩雪凝也径直走向了我。池南，好久不见。我面色如常地点点头。好久不见。韩雪凝的目光又看向沈若河，看了一眼她的肚子之后，面色微变。我早知道你对池南有意思，却没想到动作这么快。短短3年时间，生了女儿不说，
竟然还有了2胎，真是好速度，好福气。他这话说的不好听，周围人的表情顿时都难看起来。我也沉下了脸。雪宁，是我追求的若河，也是我跟他求的婚。对他有意思的是我，他辛辛苦苦为我生孩子，我很感激。你这么说不合适。我说完，韩雪宁眼睛顿时红了。若河有些看不下去，轻轻拉住了我的手。算了，师兄，孩子困了，我们回家吧。谁成想若河替他解围，韩雪宁却并不领情，顿时翻了脸。沈若河，谁不知道你从以前就暗恋池南，他是我男朋友的时候，你就一直缠着他。现在你抢到手了，满意了，你在我面前秀什么恩爱？你得意什么？够了！我猛地站了起来。韩雪宁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当初我们感情为什么破裂？你要我摊开来说吗？我们之间的罪魁祸首是你。若河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你一句坏话，你自己作死做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何苦要怪别人？韩雪宁怔怔地看着我，眼泪顿时流了下来。若河再次拉住我的手，算了，咱们走吧，好吗？这样的情景让若河很不自在。我单手抱着女儿，另一只手紧紧搂住若河，大步离开了包间，再没有回头看一眼。当天晚上，在场的一个好哥们给我发了一张截图，韩雪宁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穿着婚纱的图片，正是我亲手设计的那条婚纱，还配文：曾经你一笔笔画下这件婚纱的时候，是多么期待着我能穿上它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我，我知道你永远不会忘记我。我翻了个白眼，给好哥们回复。对于他的自信，我表示佩服。10分钟后，好哥们也发了一条朋友圈，照片里是我和若河抱着女儿，一人亲一边脸蛋的温馨时刻。竟然也发了一条朋友圈，配文也是相当犀利。人家池南老婆都2胎了，有些人还天天抱着没穿上的婚纱难忘初恋呢。我没忍住笑喷了，直接点了个赞。是啊，什么初恋不初恋的，老婆孩子热炕头才是人生理想，才是真正握在手里的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